In 2020, the COVID-19 pandemic led to lockdowns in over 100 countries. But in Taiwan, things went differently. COVID-19 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它会引起很严重的呼吸道的疾病，但是也有蛮多的人得到感染以后是轻症或者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研究怎么样可以来有效的预防 COVID-19， 而且呢，使得 COVID-19 的蔓延呢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A race against time had begun. 当我第一个时点看到7个 atypical pneumonia case 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哇，糟糕了耶 ，SARS 又回来了。In 2003, the SARS epidemic swept across Taiwan, killing many, including hospital staff. 新冠肺炎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及呼吸道症状、嗅觉、味觉改变，还有腹泻。新冠肺炎主要是由飞沫传染，医护人员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主要要佩戴 N95 口罩。在照顾新冠肺炎的病人，医护人员当然也会有心理压力，不过我们也会做好良好的职前教育训练，还有心理的调试，给予病人最好的医疗照顾。那这些 SARS 的经验对于我们 COVID-19 的防疫是有很大的帮忙。除此之外，我们还坚持了3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审慎以对、迅速应变以及超前部署。是我们在1月释出储备口罩到超商之后，马上就面临到说，因为没有实名制的关系，没有人知道到底哪里还买到口罩这个问题。那在台南的吴展伟等朋友呢，就做出了超商版的口罩地图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2月初就开始跟他们合作，做出了超过100种不同的口罩地图的应用，包含对话机器人等等。而在接下来3月的时候，我们就透过线上预购，4月的时候透过超商预购，到最后有超过2100万人，也就是人口的90%，透过这样的方法取得需要的医疗口罩。那像口罩地图的这些应用，到最后韩国也在使用。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台湾 can help。The public worked together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在疫情期间，台北捷运的车站与车厢，我们都会加强消毒，以确保旅客的安全。同时，我们要求旅客进站必须佩戴口罩。在几个重要的车站，我们也配置有热像仪来监看旅客的温度。如果发烧旅客，我们也会立即协助处理、送医等等作业。This is one of the methods we use to protect Taiwan from the pandemic. 我觉得疫情期间戴口罩还蛮好的，因为像是搭捷运的时候，如果有人打喷嚏或者是咳嗽，我觉得这时候就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哦，还不错啊，而且很安心，真的要谢谢所有的防疫人员。But as life goes on as usual, researchers are hard at work preparing the next steps. 当旅客入境我们桃园机场，我们要进行居家检疫的申报。我们申报的方式有2种，有纸本跟电子申报。如果旅客过去14天没有不适症状，也没有接触一次传染病的病人，他就可以快速通关。如果旅客过去14天有不适症状，也有接触传染病的病人，那我们会带他到发烧筛检站量测他的体温，进行健康评估。我们会了解他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还有症状，来判定是要在机场就地采检，或者是要后送医院采检。Passengers must provide detailed travel and health histories on arrival to ensure infections are spotted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opportunity. The same measures used to combat the disease are now paving the way for a post-pandemic future. 传染病的防治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大家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为了达到这样子的目标，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检测。我们实验室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用抗体的检测的方式，很快的开发出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装置。目前我们实验室正在将这些检测装置进一步的优化，以提供在这个疫情方面有更好的贡献。
从今年第1季到现在，我们透过大大小小各场的视讯会议，甚至包含远距机器人、全息投影等等的方法，外交部在各个管处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把我召唤到现场。那么我们除了帮忙大家所谓台湾 model、台湾模式的分享之外，我们也透过像台美防疫松、总统杯黑客松等等的方式，去让全世界具有社会创新热忱的朋友们，只要愿意来一起解决这个共通的疫情的问题，我们就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并且增幅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从今年1月开始投入研究，目前呢已经有一个候选疫苗呢进入量产。准备今年8月呢，从事人体第1期的临床试验，如果通过验证呢，那我们就进入更大量的量产，然后会提供台湾及世界各地的使用。This is how the Taiwan model can help shape the future. 所以台湾防疫的成功呢，最主要就是2370万的人民，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致做好防疫的工作。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透明化。我们透过透明化，让人民知道防疫的科技、防疫的资讯，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我们相信人民，人民相信我们。我也希望各个国家大家都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那 COVID-19 一定得到很好的管控。